此案由谁负责，陛下还未定夺，不然你也不会在这儿见到我。当然，只不过这一次你们怕是要像以前一样白跑一趟了。你不会以为你会一直胜选在我吧？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衣服。陛下，贼人叶煞公然谋害我大齐官员，引得民怨沸腾，人心惶惶，其心可诛。我暗真营愿捉拿叶煞，为陛下分忧。陛下，沈溥银掌管了京城大小刑事，此案理应交给我沈溥银来承办。朝廷要员之案为历来由暗真营负责，此案应该交给暗真营主持。行了行了，二位莫争了，当务之急就是速破此案。朕倒是有个提议，你们暗真营和沈溥营联合办案，二位意下如何啊？陛下，微臣以为不妥，联合办案人多眼杂，容易打草惊蛇。我暗真营愿独领此案，只需1月之期，必能侦破此案。似叶煞这般行凶，1月后朕的那些功臣都不知道还能剩几个。是，陛下，臣只需要10即可。好，那就3日。陛下，臣查破此案只需3日。萧北明，此乃殿上，岂敢妄言欺君？萧北明，朕有所耳闻，近日来你屡破奇案，是我大齐不可多得的一位人才。但是这3日为期，是否也过于轻率了？并非臣轻率，只是臣3日之后有婚事在身，不可耽误太久，故而臣查明此案只需3日。北明，好，3日就3日。3日之后，如果此案还没任何进展，定不饶你。臣领旨。不是，师妹。好，行，我错了，我带你查，快被眼泪擦一擦。哪个不会办案的时候流眼泪的？你中计了，你答应我的，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。钟雪曼，你又血泪呢？被人擦拭了。被擦掉了还怎么查啊？作案必有动机，此事定有蹊跷。你信鬼神吗？我爹说过，鬼怪之说自不可信，天下鬼事自在人心。没错，作案必有动机。你知道夜煞的含义是什么吗？民间有传说，人死之后若有仇怨，则魂魄难散，不堕轮回，化身厉鬼流连人间；而仇深似海、怨气冲天之人，化身之鬼则称为夜煞。传闻夜煞所命，杀人于无形。师兄，你断案的能力虽然比我强，但民间的话本可看得没有我多。而且夜煞杀死几位大人之后，并没有拿走钱财，所以不是谋财，而是复仇。我说的对吗？不全是，我认为夜煞目前所做的一切，皆是为了散布谣言。如果只是为了复仇，没必要在这悲伤上动手脚。他想让所有人都相信夜煞降临，大齐将覆的谣言，此人所图甚大，恐怕不单单是几条人命这么简单。可他掀起这么大波澜，就不怕所图之事未成，落入法网？夜煞自负聪明，他认为自己算尽了一切，但他却唯独少算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到底是你自负还是夜煞自负啊？放心吧，我定能胜他一筹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天都这么黑了，当然是回家啊。啊？可什么都没查到呢。没查到也要休息。明日我们好一早去鸳鸯楼。去鸳鸯楼干嘛？鸳鸯楼也有案子。当然是给某人买他最喜欢吃的第1笼桃花酥啊。站起来说。谢陛下。师傅。钟爱卿也站起来吧。
师父。臣先从碑相血泪说起。虽然陛下命人擦去了碑相上的血泪，但事过留痕，还是被我发现了端倪。其实所谓的血泪，只是一种特殊的蜡而已。有一种蜡，原名为摩罗蜡，是番邦寺庙常用的一种祭祀物品，中原极为少见。此蜡常温下无色，但遇到温度上升，立即融化变色成血红色蜡液，又叫凤凰蜡，取凤凰浴火之意。祭祀之前，有人在碑相的眼睛上涂了凤凰蜡，一旦碑相流出血泪，他便着手杀死碑相上的功臣，造成天降惩罚的假象。这琅华阁戒备森严，那这贼人又是如何潜入涂蜡的呢？他不需要潜入，只需买通看守琅华阁的太监。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此事会闹得这么大。臣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畏罪自杀了，亦或是被夜煞给灭口了。那朕的3位辅臣离奇死亡，这又怎么解释啊？臣先从陆大人说起。臣在陆大人被害现场发现路边两侧的树木有丝线捆绑的痕迹，臣推测是因为陆大人骑马高速奔驰时撞上了凶手提前绑缚的丝线，割断了喉颈。此线极为特殊，名为血容线，是江湖上一个善用暗器门派所制。此线坚韧无比，但遇血顷刻即溶，在丛林中只会被当作蛛丝，不会引起人的怀疑。那秦大人和樊大人呢？秦大人无端烈火焚身，是因为秦大人的衣服被人提前涂抹过一种特制的燃料，其中有硝石的成分。而秦大人素有眼疾，伏案显奏时一贯离灯烛极近，被火引燃了衣裳，在特制的燃料助燃下瞬间烧成灰烬。硝石味苦咸，一尝便可辨别出来。樊大人长有面疮，痛痒难忍，每日必用药浴洗脸，药包确实无毒，但有一味药分量却不对。那味药叫狼附子，按理1颗足矣，但那天的药包里却足有5颗。过量的狼附子毒性通过面疮破溃之处入体，令樊大人浑身麻痹，无法起身，直至在礼盆中活活溺死。而那镜子上的夜煞2字，则是提前用酸液写好，热气蒸腾下自己显形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有没有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呢？虽然夜煞破了臣的局，但他的身份微臣很快便能知晓。既然他破了你的局，你为什么如此自信，一定能够查到他的身份？因为此局是臣故意让他破的。不好，有情况！
就要让我内力尽失，既可以防止我逃走，又可以方便审讯。少废话！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清白，怎么，怕我毒死你？你若想杀我，何必如此麻烦？我今日选择现身，便从未想过要逃走。你少来这套！你若真有冤屈，为何躲着3年不肯现身？偏偏京城再现冯杀案，你便立即出现在现场。因为他也消失了3年。若非京城再现冯杀案，我可能会继续躲在暗处，如你寻我一般，一直查下去，查到抓住他为止。我今日敢现身案发现场，便是拿命在赌。赌什么？赌一个人。就算整个大齐都坚信我是叶莎，但有一个人一定会为我留有最后一丝存疑。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我。我今日敢跟他见面，就是在赌这一丝存疑。若他真的认为我是他的杀父仇人，那今日见面的时候，他的避案尺应刺向我心口，而并非我肩膀。我不奢求你能够完全原谅我，但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留着这一丝存疑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跟你一起查案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再让他逍遥法外，我会将3年前沉入风波湖里的真相亲手捞出来给你。是冯师。师妹，好久不见。小北冥，你终于现身了。师父不是我杀的，你收的那条线索是我给你的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查到这里。这3年，我一直在追寻叶莎的线索。师妹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会亲自证明给你看。3年前风木湖船上的事情，绝非是我做的。我凭什么相信？别动！再动，我现在立刻就杀了你！我给你看证据。你也查到这些针孔出自3处案发现场，死者是3位新娘，只不过她们不是焚烧，而是封尸。这些针孔和3年前风波湖船上的针孔如出一辙，这意味着叶莎再度现身。冯杀案出现，你便出现，这不恰恰说明你就是叶莎？是冯师。师妹，好久不见。
终于现身了。师父不是我杀的，你收到那条线索是我给你的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查到这里。这3年，我一直在追寻夜莎的线索。师妹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会亲自证明给你看。3年前风木湖船上的事情，绝非是我做的。首座，我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？就算我让你查这个案子，你能破案吗？到时候破不了案，弄得满城皆知，陛下问责，谁不赢怎么办啊？这次不同，这次线索清晰，我有信心能破案。什么线索？夜莎往常作案，虽然手法不同，但针对的都是朝廷命官。这次他杀的却是青楼女子。你如何知道那死者都是青楼女子啊？按大齐律，犯人刺面，士兵刺臂，青楼女子则要刺背。第4具尸体身上有青楼女子的刺字。朱捕快刚才说了个兜字，也就是说4具尸体皆为青楼女子。蒋师兄，啊，前面3具尸体被焚烧之前，是不是都有青楼女子的刺字？有。 4名女子皆为歌姬，但死之前都穿着新娘的喜服，也就是说她们都被赎身了。可夜莎为何会对4位身份如此低贱的女子下手呢？所以才要查，就要从死者的身份开始查起。只要查出凶手的作案动机与这些女子有何联系，顺藤摸瓜，定能找到她。只要找到她，真相定会水落石出。哼，找到她了。 哼！朱雀曼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只想查清真相，抓到凶手。求首座成全。首座，要不然就答应他吧。 你放心，我会看着他的，绝不会让他闯祸的。这3年，你一直把我这个首座当个摆设。钟雪曼啊，钟雪曼，好啊，这个案子你来查。 人贩子还说了什么2个月前，在祭祀之后，5名圣女被送到虎氏3家。小福曾经逃跑过。小福是怎么跑掉的？你们又是怎么把他追回来的？他就是偷着跑的。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追，
还是另外4个人告诉我们一个去处？可剩下4名圣女出卖了他的行踪。人贩子赶到小福家门口，把他抓了回去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无人知晓。我想后来胡13盛怒之下，打死了小福。那完了，线索又断了。害死小福的，除了4个歌姬和胡13，还有其他人。萨达。萨达？那我们当时发现他的时候就应该追上去的。我知道他在哪里。你还记得劫走萨达的2个黑衣人用的什么武器吗？一个用锏，一个用剑，招式狠辣，功法深厚，绝不像是无名之辈。景山侯府的2个护卫。景山侯也是南越人，信奉花满天也在情理之中，但他派自己的2个贴身护卫去救走萨达，说明他们2人的关系绝非寻常。其中一个黑衣人被我伤了，伤在肩膀，只要去侯府当场验伤，就能证明黑衣人的身份，顺藤摸瓜找到萨达。多谢啊。是什么？刚才要不是你替我挡那一下，我怕是死在那人剑下了。当然是谢谢你救了我。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你若死了，会影响长安的。不是你这人，罢了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你想如何还我？我现在还没想好，但早晚会还你。我可不想欠你人情。多谢了，小白龙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在外面不要喊我这个名字。奇怪了，哎，我发现啊，你这个人越来越像个好人了。哎，你该不会真的是被人陷害的吧？你猜呢？啊？你虽是仵作，但也是神不应在即捕快。你应该跟钟捕快多学学，对眼前一切事物保持怀疑，不要轻信任何人。万一我目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利用你呢？利用我？我活得没你们那么累，我只知道我的命是你救的，就算你利用我，值了。再说了，我觉得钟捕快也没有那么不相信你。怎么说？你看啊，就像你说的，他对一切的事物都有所怀疑，生怕你离开他的视线，用链子锁着你，就怕你跑了。但哪天当他知道了你服错了药晕倒的时候，他那副着急的样子，那就不像是一个对杀父仇人会有的。可能他只是怕我死了，这案子就查不清了。但这就像尸体不会撒谎一样，昏了内心是骗不了自己的。他如果真的内心不相信你，他就应该竭尽全力去找证据把你关进天牢里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顶着一个私藏重犯的罪名，找什么胡13啊、萨达什么的，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拼了命的想要证明什么。他想要证明什么，你比我更清楚吧？把现场的情况告诉我。根据现场判断，凶手应该和盐铁厂有关，方手座已经带人过去了。钟捕快，你带着童双去盐铁厂，冯仵作带我去现场看一下。大哥，你现在的情况？快去！小心，小心！凶手是从哪里把人带走的？当时几个侍女陪着阿家公子在这饮酒作乐，侍女当时被迷晕了，所以什么也没有看到。其余的人都在院子外，根本听不见。钟捕快就是在那片荆棘上发现破布的。他推测，破布是从凶手的裤脚上撕扯下来的。破布上有盐和铁的味道，在京城里同时有盐和铁味道的只有盐铁厂。他怀疑凶手和盐铁厂有很大的关系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就是翻墙被人带走的。冯仵作，麻烦你把我背到墙壁跟前去，
你去那儿。好。怎么样？没事没有。去前面。我知道了。啊？知道什么了？啊？肖大哥，肖大哥！找着了吗？盐铁厂的仓库太多了，就跟迷宫一样。接着找，不可能找不到。是。走。快来！哎，叔，又怎么了？叔叔，跟我走，肖本明跳崖了！快走啊，叔！师兄，抓住我的鲜花锤！肖大哥，抓住！钟不坏，你小心些。这么快！不要！不要！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们。你可知夜煞二字的真正含义？你是说海牙？海牙，钟云赤，你还要伪装到何时？钟捕王办案向来讲究法理法度，绝不做逾矩之事。今日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引我等上船，设下生死之局。这是钟捕王一向遵循的破案之法吗？这分明是灭口！你先将我等杀死，再将夜煞之罪名随意安在船内任意之人的身上，其余之人可以说成与夜煞搏斗时不幸丧命，从而顺利脱身。肖申伯，为何你师父执意不让你上船？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他计划之内。我说的对吗？钟捕王，钟云赤，还是应该叫你夜煞。休要胡言！我师父请诸位大人上船，只为查验夜煞真身，从未想过要栽赃陷害，更不会加害于人。苗大人，不要把事情搞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看来这3年你还是查到了一些东西。我就是海牙人，海牙为数不多的幸存者，海牙的孤儿。海牙在哪儿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不相信。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稍安勿躁，听完便知。很久之前，在我大齐边境，有一边陲小城，名为海牙。海牙城地处偏僻，人烟稀少，只有不足10000人，但他们也算活得平安自在。突然有一天，海牙城出了一桩怪事，有一群异怪妖魔闯进了海牙城。这群异怪妖魔极其凶狠残暴，且不惧刀枪水火，一夜之间
竟将数万百姓屠戮殆尽，从此海牙城便消失在了大齐版图之中，成为了民间传说。你在这东扯西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夜煞二字的真正含义，是当年屠尽海牙城那群异怪妖魔的称呼。一个边陲小城，一夜之间屠戮殆尽。有时候人做起恶来，比鬼更可怕。你是说有人屠了海牙？其实这世界上没有鬼，一切皆是人为。不光屠城，他们还恶意嫁祸，说夜煞是屠尽海牙的厉鬼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其实每一个海牙的幸存者都一整朝，一整月，莫回首，莫窥见。下雨了，回去吧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在自责之前对我做过的事情，对吗？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相信你？如果我早点相信你，我从来没有坏过你啊，反而要谢谢你，留我一条性命，给我最后一丝存疑。就像那天在朗华阁的房梁上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拉住我的。还有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也找不到朱一铁，更走不到今天这一步。但是你身上的很多那不是你的错，更不是风清浊的错，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。若换作是我，我也会如此。可是师妹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如今有你们在我身边，这是我最安心的事情。好了，别哭了。对不起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一整朝，一整月，莫回首，莫窥见。踏破天光，何惧覆万劫？自身窥见，为赤诚的血，为孤勇的决，为所求的愿，纵然生死逆劫，为宿命的缘，为情景的念，同饮着这什么破衣服啊，蝙蝠月亮的，怕别人看不见我们是吧？你个憨货！霍将军正在停灵，会有很多人前来瞻仰逝者的遗容。这霍府啊，是需要点长明灯的，要有人彻夜的照看灯火。你看，那些点灯的人穿的都是这个，这叫守夜人的打扮。不是，那这蝙蝠月亮什么意思啊？蝙蝠因同符，4只蝙蝠围着月亮，像一枚铜钱，铜鹿。逝者寿终，所以要守住符与鹿。为逝者守夜之人，除了家眷后人，往往都是尊贵的客人，所以家丁不会多问。行啊，你这个头不高，懂得不少。我们先去查看霍将军的尸体，千万要注意，万一被发现我来殿后，你们及时脱身。我这一大老爷们儿在这，嘘，要你断后。好了，一起来就一起走，大家都机灵些，见机行事。尤其是你，冬霜，千万别冲动。放心，大哥，我机灵着呢。早就听说霍将军广收弟子养在府中，今日一看，果然如此。前厅那几个，一看就是练家子，我们千万不要去招惹。
霍府太大，书房、卧房，还有霍将军经常出入的地方，都可能有重要线索。现在霍府人都失杂，是最合适混进去的时机。我们分头行动。童双，我们俩去霍将军的院子。师妹，你带风行卓去后院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们在这里会合。小心。你去那边查。那你呢？我去地次院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分开比较好。你怕了？谁怕了？求你，别杀我！你不是来守夜的，你到底是谁？说，你在我家做什么？想必这会儿验尸也进行的差不多了，钟不快，让里面的人把门打开吧。怎么办？这么快，请吧。就是他抢了师傅的遗体。验尸可有发现？禀告方首座，尸体并非病死，死因另有疑点。胡扯！我师傅分明是病死的。既然有疑点，那就听我们风武座说一说。各位意下如何？我乃霍宗耀之女霍代容，就依方首座所言，先听听验尸结果如何。如果家父真的为人所害，还请沈捕营与安贞营做主，查明真相。好，诸位请进，容我一一道来。你刚刚说盗尸的是2个人，没错，就是这2人。首座。莫冲啊，
你也陪着钟雪曼在这玩啊？我是听说师妹没事就好。寝室后面有个操练场，操练场中间有个大擂台，擂台上面发现了一些血迹，那是经年累月血液滴溅形成的痕迹，能看得出来，台上的切磋绝不是点到为止，说明霍宗耀平时教授徒弟习武时，会让他们以命相搏，并且我还在操练场发现了刑具。那就是这些弟子经年累月受到了非人的苛待，最后忍无可忍，进而起了杀心。除了霍将军的弟子，那个霍夫人也有问题。霍夫人的后背伤痕累累，很显然曾经遭受过虐待，而且死了夫君的人应该穿得寡淡一些才对，可她身上的肚兜格外艳丽，对镜理发的样子轻松惬意，仿佛夫君的死是一桩喜事，这显然不对劲。若霍夫人身上的虐伤都来自于霍宗耀，那霍夫人也有杀人动机啊！不止霍夫人，还有一个要放火的薛千山。用火烧，把他们逼出来！薛千山明明知道霍将军的尸体在炼房内，还要放火，说明根本不把尸体当回事，更像是要毁尸灭迹。还有一人，我有点看不透他。你是说霍将军的女儿，霍代荣？啊？那小姐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她不像是个坏人啊。她一眼就识破了我的身份，绝非等闲女子。你虽穿着福禄袍，可你脚上的靴子却是官靴。你是钟雪曼。她这么厉害啊？那天她又骗我去霍府卧房，让我撞上了霍夫人，害我身份暴露。之后又有意讨好于我，不知是何居心。这个霍小姐确实不简单，眼下线索还不够，还得再去一趟霍府。啊，得去。童捕快，霍小姐，童捕快方才不是和钟捕快在一起吗？怎么如今又单独行动了？我有要事要赶回神捕营。霍小姐追到此处，是有事要问。思来想去，眼前之人怕不是童捕快，而是小女方才所说的那位故人。霍小姐，你我并未见过，你肯定认错人了。小女无甚才学，也不精通武艺，但对乔装打扮却略懂一二。更何况，你这双眼睛，小女实在是熟悉不过。所以，霍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久违了，萧北明。我们见过。说来还真有些不好意思，小女先前对萧神捕甚是仰慕，你破获的案子，我也是如数家珍。我还曾数次偷偷去神捕营门口看过你。既然霍小姐识破我的身份，就不怕我杀人灭口？我不相信你是夜叉。何出此言？因为钟雪曼一直在你身边。荣妹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心中烦乱，四处走走，谁想就走到你这儿来了。啊，看来荣妹是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，跟哥哥说，哥哥帮你解决。爹爹走得突然，也未曾帮我相看人家。你也知道，夫人素来是容不下我和我姨娘的。我和我娘今后也不知该依靠谁去。这眼泪说掉就掉，
这霍小姐可不简单。蓉妹不用担心，只要有哥哥在，怎么能让妹妹受委屈呢？多谢薛大哥一片好意了。可是，我们女眷平日的吃穿用度，素来都是很费银钱的。薛大哥的月饷，蓉儿也是清楚的。恐怕，养活我和我娘也是捉襟见肘。蓉儿怎么好麻烦薛大哥呢？蓉妹多虑了，哥哥最近运气好，学了一个生财之道，今天就赚了一笔。这个数50两，500两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进项。不知薛大哥从哪里发财，只怕这靠运气来的钱不牢靠。我有一个宝物，靠它生财，再牢靠不过了。宝物？什么宝物能如此值钱？这个宝物本身不值钱，但是它能给我带来很多的钱。蓉妹，只要你愿意跟着我，哥哥保证你以后过上风光无限的日子。真的吗？我不信，薛大哥莫不是骗我？蓉妹，你不信我，我这就把宝物给你取来，让你看看。你等着，蓉妹。